我的建议是，新年号可否用贞观？李世民自登基以来，常常被魏征怼得哑口无言。可每次当李世民遇到大事，还是渴望魏征能站出来说两句。或许这就是真爱吧。自从李世民册封李渊为太上皇以后，新的朝廷自然要焕然一新，而父亲当年用的武德年号显然也不能再用了。于是李世民便召集众心腹大臣来想一个新年号。身为李世民的大舅哥长孙无忌率先发表了看法，他建议用天佑来作为新的年号，可不料刚出口就遭到房玄龄的反对。这不大妥吧？这像是把责任都推给了上苍。关键是不能显示陛下要治理天下的决心呢。被打脸的长孙无忌十分不爽，于是直呼玄龄：“你的认知太短浅了。我所说的上苍是指宏大的上苍，上苍中最牛逼的混沌之苍穹，万物生生不息都离不开他的庇佑，而天子也是上苍所赐，所以我大唐天下靠这样的上苍来护佑，这又怎么不行？”天佑，天佑是吧？可以用。但是还是不能表达朕的心思。李世民总觉得还差那么一点意思，毕竟一个年号关乎的可是一个国家跟时代的代表，必须要慎之又慎。年号取好了，百姓就可以知道我们朝廷的意愿了。然而正当李世民和众人激烈讨论的时候，却发现旁边的魏征竟然在打盹走神。于是李世民当即点名魏征：“魏征啊，我们大家正在议论这个年号，你有什么想法？”而魏征被李世民叫醒之后，也没有丝毫的慌张。毕竟作为大唐第一喷子的他，不管你问什么，他这张嘴都能给你说的头头是道。当然，除了菠菜，魏征表示自打我跟你那天起，就已经在帮你想年号的问题了。随后他清了清嗓子，便开始给李世民上课。《易传》中的戏词有句话说得好：“天地之道，贞观者也。”贞观的意思是显示中正，而以身作则又是治理天下的根本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新年号可否用贞观？魏征不愧是魏征，虽然常让李世民下不来台，但也总能说进他的心坎里。李世民不自觉地站起身来，回忆自己的前半生。我以武平定天下，我喜欢用硬功。到目前为止，死在我剑下的有记录的，应该是有1000多人了。李世民本以为这是自己跟秦王宫相辅相成的功劳，可他今天上午在兵工厂时，却有一名老工匠说他的宝弓不是一把好弓。虽然弓本身做工精细，但却对臂力要求很大，其他人使用只能偏左偏右，只有在李世民的手里才能百发百中。常言说得好，失之毫厘，谬之千里。这就是弓为什么用材要正。我们做弓的人要求张张都是一样的，这样人人都可使用。工匠阐述了制作弓箭时中正的重要性，这和李世民治国需要中正大同小异，所以贞观也能完美的诠释李世民内心的想法。好，就用贞观吧，你们看呢？是。公元627年正月初1，李世民改年号为贞观，是为贞观元年。然而虽说新年号是有了，但朝上的一些重要的职位依旧把控在那些武德老臣的手里。其中左仆射裴寂和右仆射封德仪就是典型的例子，他们身居高位，导致李世民想要实行新政极为困难。于是他决定清除这些武德老臣，让自己的心腹们顶上。可是当初答应了老爷子不动老臣，如果一句话就给废了，那自己刚与父亲缓和下来的关系又会变得紧张，所以即便要收拾他们，也不能在明面上。于是李世民想到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，那便是修改律法。这武德律是裴寂等老臣修订的，我们说修改，他们必然会站出来反对，反对就有争论，有争论就有机会揭他们的短。况且这武德律本就太过繁琐，不利于中正治国的方针，也的确要修改。于是他决定命长孙无忌修改律法。第一，要删繁就简，容易执行。第二，贞观要有贞观的一套东西。你不能太聪明，不过你还差一点，你要是能修律，就不只是吏部尚书了。得知要升官的长孙无忌再也按捺不住激动，当即就让人去将大理寺少卿戴胄找来与他一起修律。晚上李世民回到后宫，便将自己要提拔大舅哥为宰相的想法告诉了老婆。本以为长孙皇后也会开心，谁知却遭到了他的坚决反对。我定了。我不同意。你是怎么回事？李世民大怒说后宫不能参政的是你，现在不同意自己想法的也是你。原来长孙皇后认为无忌是自己的亲哥哥，也就是外戚，而自古以来外戚掌权者都没有什么好下场。可李世民却认为大舅哥从小陪自己出生入死，绝对不会做对不起自己的事情，让他当宰相自己才能放心。然而皇后的态度却还是不同意，这把李世民气得龙颜大怒。如果我连他都不能信任，那自己还能信任谁？你说说，有谁？
接着李世民便气冲冲地离开了皇后的寝宫，直接找到了弟妹杨妃准备泄火。陛下临幸。听到心心念念的男神来了，杨妃顿时眉开眼笑，将怀中的贵妇犬扔到一边，准备迎接李世民。孩子呢？在乳母那里。还好吗？一切都好。简单的问候完，李世民也逐渐放开。咱们都清楚，唐太宗也是个风流皇帝，对于这个尤物般的弟妹，李世民早就想将其占为己有。相拥入怀后，杨妃也开始透露心扉。我又何尝不愿意忘了那些事，对我来说真的是太可怕了。我甚至不愿意想，我曾经跟过袁姬。你愿意陪我忘了那一切吗？自古美人爱英雄，杨妃慢慢点头，心领神会，便主动解开自己的遮羞布。接下来的画面过于残暴，小编就帮大家跳过了。而这边的长孙皇后为了阻止哥哥长孙无忌成为宰相，于是特意将其召进宫中好好劝说，并列举了种种外戚干政的后果与下场。就好比汉武帝时期的魏戚侯窦婴，那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作为窦家外戚，为汉景帝和汉武帝尽心尽力，最终却落得一个满门抄斩的下场。长孙皇后实在不忍哥哥也走上他们的老路，但长孙无忌并不想轻易放弃。事情往好的方面去想，可这事情往往不是你想的这样。只要你位高权重，猜忌倾轧将随之而来。我不想我总担心这样的事情。但即便是面对长孙皇后的劝阻，长孙无忌还是无法放弃这个位高权重的右仆射，于是扭扭捏捏地说道：“我要做这个右仆射。”长孙皇后看着倔强的哥哥，再看着被扎破的手指，仿佛看到了日后长孙无忌不得善终的下场。次日一早，李世民便按计划下旨修律令，令长孙无忌、房玄龄和大理寺卿戴胄共同议论修订武德律。但此令一出，全场哗然，尤其是当初修订武德律的裴寂，当即就提出了反对意见。他表示，自打我修订完武德律，大唐已经用了9年，而且不但没有出现问题，朝政也搞得不错，无缘无故的修订律法干什么？因此他觉得新朝刚开始，以前武德怎么做，新朝也就接着做就是了。臣以为不在修不修律，而在于大乱之后治天下，还要用严律重刑。事关手上的权力，封德仪也是在卖力附和裴寂，但一张嘴说出的话就不中听。魏征见此可就坐不住了，立刻开启怼人模式。他认为武德律虽然没出过问题，但不一定合适贞观这个朝代。武德这9年征伐不断，以严律重刑治国尚可适宜，但贞观之后已经完成中原的统一，目前民力不足，国力不强，此时要做的是安抚百姓，休养生息，所以律法更像一件衣服一样，穿在百姓身上要松紧适宜。臣以为大乱之后，首要之务是教化，至于立法，只要中正就可以了。魏征话音刚落，一向看不上他的长孙无忌等人也纷纷拍手鼓掌力挺魏征。说得对啊！眼见势头不对，封德仪便以秦汉两朝为例反驳魏征。3代以后到现代人越来越薄情狡诈，所以秦朝只靠律法统治天下，而汉朝开始也是想以仁义治天下，可到后来还是教化失败，又回到了霸道治国。魏征这种人不识时务，如果信了他的虚论，定会败坏国家。我主张应该用严律和重刑。眼看友军封德仪这么卖力，连人身攻击都用上了，裴寂赶忙鼓掌表示赞同。然而环顾四周的他发现，整个朝廷除了萧雨晃动了几下，其余无一人来响应他。见此，魏征便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，引经据典绝对是他魏征的拿手绝活。皇帝征蚩尤，高阳征九黎，商汤王放逐夏桀，纣王征伐商纣王。征伐之后，他们都能做到天下太平，百姓还是那些百姓，结果呢，变大乱为大治。武帝3皇他们不都是在大乱之后以教化做到的吗？这番话让李世民连连点头称赞，你小子今天可算帮我说了一次话。魏征所言极是。总之，律法要宽简，这才能符合我们宽忍的新政。有了魏征的火力输出，李世民成功定下修改律法这件事，迈出了自己掌控朝堂的第一步。龙颜大悦的他准备去猎场打猎散心，可这一举动却遭到了中国历史上第1位状元孙福家的阻拦。陛下这样做，简直是倒退回年少时做亲王的水平啊！天子不应该有此行为呀！来人，陛下，斩了！陛下，陛下，你就是杀了我，你也不能去啊！长孙无忌和房玄龄则是在一旁看热闹。就在他们以为孙福家要人头落地时，怎料李世民却出人意料地改变了态度。他表示，只要孙福家愿意低头认祖，自己就愿意给他一个活命的机会。眼看皇帝给台阶下，怎料孙福家就是头铁得很。臣说的话，
据出自诚心，臣不觉得有罪。然而幸运的是，孙福家再次赌对了。李世民就喜欢这种敢于谏言、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臣子。接着他便命令房玄龄将孙福家升到3品官员的位置。长孙无忌一脸的无奈，房玄龄更是一脸懵逼。要知道自己在皇上秦王时期跟着李世民干，至今战战兢兢已有10几年了，可自己也不过是个中书令，而他孙福家只说了2句话就成了3品大员。他孙福家虽纵有忠心，但在此之前并未有何建树。陛下，就凭他一句话就将他提升到如此显赫的位置，我怕百官不服。经过房玄龄这么一提醒，李世民也觉得是自己冲动，于是将其从正3品撸到了正5品的谏议大夫。这让孙福家心中暗自咒骂房玄龄：老子拿命搏来的3品官，却因你房玄龄的一句话掉到了5品。不过他也再次因祸得福升了官。李世民宣布完任命后，也调转马头返回了宫中。而拿命赌富贵的孙福家此时也瘫软在地，出了一身的冷汗。你说这个叫孙福家的，他还真拿命赌啊！孙福家又长进了。你看啊，今天虽然是直谏，可他的话里隐含着阿谀奉承之意。你听出来了吗？我当然听出来了。打猎事件结束后，李世民为了丰盈国库，便宣布了调整大唐功臣们的封赏。他的意思很简单，就是多功多得，少功少得。想靠一个功劳吃一辈子的想法，从今天起你们就别想了。可这敕令一出，直接得罪了一大批武德年间的老臣。李世民的叔父李神通第一个就站出来表达不满，他表示李渊晋阳起兵时，我可是第一个出来响应的。现在贞观开朝，自己的地位居然不升反降，封赏还不如房玄龄、杜如晦这2弯笔杆子的。面对这位叔叔的不服，李世民却是丝毫没给他面子。你是朕的叔叔，确实你是第一个响应晋阳起兵的人，但是杜如晦、房玄龄他们一直在朕的大营里辛苦谋略。所谓运筹帷幄，没有谋略就没有通盘的胜利。按照这个功劳赏赐，应该在叔叔之上。李世民刚解释完，一同被削减的李孝常本想出头，却被一旁的老臣拦住。而秦叔宝见李世民的戏唱完了，于是立马起身出来圆场。陛下对淮安王都是如此，我们本来有些议论，看来都是不必了。有了秦叔宝的发言，文武百官纷纷沉默不语。可这些没捞到好处的封王又岂能作罢？于是没多久，燕郡王李毅不满封赏，就起兵造反了。燕郡王天捷将军李毅叛变了。